保鲜膜上面套上一根橡皮筋，作用真的是太厉害了。我今天刚知道的，没想到这么神奇的作用方法。知道之后赶快分享给大家，你也快来看看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家庭里面经常会用到保鲜膜包裹食物，对不对？可是每次撕完保鲜膜的时候，再去找新的保鲜膜的头部，是不是比较麻烦呢？今天就分享一个非常好撕保鲜膜的技巧，只需要一根橡皮筋就能够搞定的。接下来跟着视频来往下看吧。我们准备一根橡皮筋，可以把橡皮筋套在我们的手上面。皮筋生活中比较常见，比方说买菜的时候都会有固定的帮助。接着可以把头皮筋拿到手上用了就好，像这样子放到我们的保鲜膜上面，来回的乱转，你就能看到保鲜膜的接头处找到了，对不对？就会翘起来突出起来。像这个方法找到保鲜膜还是非常快的，非常省力的，对不对？轻松就能够找到保鲜膜的头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方法很实用。那么呢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套皮筋儿套到我们的保鲜膜上面，像这个样子，用手来回的拨动。那么不一会儿呢，大约1-2秒的时间呢，也能够很好的找到我们的保鲜膜的接头。也看一下这个方法吧，也是非常不错的哟。像这两个方法，无论是哪个方法找保鲜膜都是非常好的。以后家里面的保鲜膜找不到了，或者接头找不好，就是这个方法用皮筋找，保证一会儿就能找到的。你知道吗？保鲜膜除了用来包裹食物，其实在生活中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妙药、小技巧。今天给大家分享几招妙用吧。一、搬家。搬家的时候，每次我们都需要打包行李，对不对？很烦恼的，尤其是瓶瓶罐罐的，如果保存不好的话，容易摔坏，或者出现了安全的隐患。如果家里面有保鲜膜的，我就会想到用保鲜膜把这些食物都包裹好，把物品包裹就不会再晃动。那么这样搬家的时候也不用担心我们的物品会掉落，或者是推一些小车，或者是用箱子包裹我们的这些东西呢，用保鲜膜包裹密封好，搬家的时候全部都能带上车的。搬到新家之后，也可以把我们的物品物归原主，放到原位，直接我们再拆开使用就可以了。这个方法能够节约很长的时间的。以后我们家里搬家包裹东西就用保鲜膜就可以了。第二个方法，我们可以保护家里的遥控器，比方说家里的遥控器、电视遥控器、空调遥控器，用的时间长了，遥控器上面按钮就会脱落，对不对？缝隙里面也会有灰尘的。家里面有小孩子的，经常会摔遥控器，我们可以把遥控器用保鲜膜包裹起来，像这个样子包裹，不会进入灰尘，也呢不会防止我们的说出器摔坏，电池呢也不会脱落。这个方法呢也很实用，包裹好不用担心我们会耽误我们的遥控器使用，正常的使用也不会耽误我们的一些其他的功能，想怎么用就怎么用，也是不错的吧。第三个妙用，平时在厨房做饭的时候，我们的墙壁都会有很多的油渍，对不对？导致了我们的墙面、瓷砖上面会有好多的油渍，很难清洗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保鲜膜放到我们的瓷砖上面贴紧实，不需要用胶布胶，像这样每次上面有油垢的话，直接撕掉一张保鲜膜就可以，接着再换一张新的保鲜膜继续使用，还是不错的。这几个保鲜膜的生活小妙用也是不错的吧。如果朋友们喜欢的话，可以试一试，都是生活中经常用到的。今天我才刚知道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保鲜膜用错了对身体不好的，相当于就是吃了塑料袋儿。这个东西呢，你不要觉得是开玩笑的，其实呢，保鲜膜有很多的错误用法。我们平时的用保鲜膜，不管是食品级的保鲜膜，其他的保鲜膜，都不能尝试以下的方法。用错了方法对身体不好的。一、高温加热保鲜膜。很多家庭当中
会有保鲜膜，为保鲜膜包裹一些比较热的食物，比方说蒸鸡蛋羹，蒸鸡蛋羹的时候包上保鲜膜，或者是买了一些熟食，用保鲜膜包裹住。还有的人带有保鲜膜的食物放到微波里面加热，用这样的方式加热，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这样的做法并不正确，反而存在了很多的弊端的。用保鲜膜包裹住热的东西，会加热我们的保鲜膜中的有害物质侵入到食物当中，吃了这样的食物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的。这么做基本上相当于直接吃我们塑料袋，塑料袋进入到身体里根本没有办法代谢出去的，可能会患上了塑料袋的病。所以平时使用塑料袋的时候，一定要用保鲜膜，加热的食物呢不要去用的，一定要安全使用我们的保鲜膜。第二就是PE 的材质保鲜膜不能包裹油腻的食物。市面上的保鲜膜材质比较多，大家经常用的保鲜膜是 PE 材质。PE 的材质保鲜膜虽然比较常见，但是大家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了。PE 的材质保鲜膜是不能够包裹油腻的食物，如果是包裹了油腻的食物，会导致了保鲜膜的油脂会将保鲜膜中的化学物质慢慢的分解掉。油脂的食物比较高，或者生肉，最好不要用 PE 材质的保鲜膜包裹，或者是用 PVC 的保鲜膜。市面上有一种保鲜膜价格比较便宜，那就是 PVC 的保鲜膜。这样的保鲜膜一卷尺大约是10几元，也比较便宜，所以很多家庭喜欢用。平时买水果也好，买其他的食物也好，大家基本上都用这种保鲜膜。这样的保鲜膜呢，材质比较差的，而且不是食品级的，长时间的使用这样的保鲜膜对身体的健康不好的。如果是你还在用 PVC 的保鲜膜，就应该立刻扔掉，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和家人的身体开玩笑的。PVC 的保鲜膜一定要及时的拆下来，不要放到冰箱保鲜，要直接丢掉就可以了。日常生活中我们该怎么选保鲜膜呢？其实说白了，大家不要选错，要看准品牌，选择品牌膜比较大的保鲜膜，要选择正规的生产模式的保鲜膜。很多3无的产品保鲜膜一般都是恶劣的产品导致的，所以呢我们不要用。大家选择保鲜膜的时候要选择大品牌，选择保鲜膜要看一下保鲜膜的材质。一般保鲜膜分为是食品级的、普通级的，包裹食物的话就用食品级的保鲜膜是比较好的。再来闻一下我们的气味，没有任何的刺鼻的味道。今天分享的保鲜膜的一些小技巧、生活知识，朋友们都学会了吗？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试一试哦。感谢您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